它们体型娇小，却是严酷环境下的不屈斗士。它们也许其貌不扬，但却有亮丽喉斑作为旗帜。它们可能与你有过一面之缘，但这类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特有物种，也许并未引起过你的注意。但在这个龙年，它们可是你一定要认识的动物。我是冬青，欢迎大家收看世界首部龙蜥纪录片《中国龙蜥》第1集。我将与专业研究团队带你走进中国西南横断山区，深入龙蜥的国度，了解龙蜥世界的制度，目睹它们的权力角逐。在这里，你将认识8种未被世人熟知的中国特有物种，与它们共同欣赏壮美风光，参与它们的生活起居，感受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更有关于它们的珍贵史料。现在，请诸位与我在这个甲辰龙年一同成为横断山之龙的守护者。龙不仅是一种文化图腾，在生物领域更代表了最知名的远古生灵恐龙。那么，在现生动物中，哪种动物与恐龙的关系最近呢？是绿孔雀、科莫多龙，还是扬子鳄？很多人提到现生的龙，都会想到非洲的变色龙、印尼的科莫多龙，或者是婆罗洲龙。但其实这些蜥蜴并非恐龙的直系后代。恐龙们真正的嫡系是鸟类，所以说恐龙从未灭绝，只是换了个皮肤生活在你的身边。而那些名字里有龙的蜥蜴与恐龙的差异要远大于鸟类和鳄鱼，它们属于很早就分化出的鳞龙类。虽然它们并不是狭义的龙，但因其外貌和内在与恐龙们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从古至今，蜥蜴们的名字里也或多或少的有龙的痕迹。而我们本片的主角就是一类名中有龙的小蜥蜴。7、8月份的盛夏是中国南部最为炎热的季节，在太阳还未到达头顶的上午，热量和湿度达成了微妙的平衡。此刻是林中的动物们最活跃的时段之一。而在华西的山地丛林里，你也许还能在树上见到一种非常眼熟的小蜥蜴——利纹龙蜥，广泛分布在我国的湖北、四川、重庆、云南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巴掌大的身体顶着个三角形的大头，加上尾巴才有小臂长。再看那背脊中央不明显但微微耸立的背鳞，这表明它们是鬣蜥家族的一员。而这条有浓墨一样的底色和柳叶般条纹的蜥蜴，是条雄性的利纹龙蜥，它们也是我儿时认识的第一种蜥蜴。但是我是怎么在距原产地2000多公里的地方见到它们的呢？在缺乏监管和引导的时代，它们曾被大量非法捕捉并低价出售。利纹龙就是它们的商品名。但由于缺少科学指导，让野捕的利纹龙蜥很少能在圈养下活到第2年，繁育成果也非常不理想。这种局面，我相信是所有对它们感兴趣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人们到底忽略了哪一环？难道这种常见的蜥蜴仍有我们不了解的地方吗？在这片华西的山地丛林，我们发现了利纹龙不寻常的一面。这些体型娇小的利纹龙实际栖息范围非常大，我们发现的个体大多出现在1.5米左右的树上。当我们靠近拍摄时，它们就会快速向上逃避。这还是我们能看到的。作为这片丛林的小型猎手，它们可不只会在底层活动。当我们沿盘山道向上搜寻时，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利纹龙出现在从下层山坡长上来的树干上。这些位置距地面2到5米，
天敌不容易上来，也没有树冠的光热压力，可攻可守。这个行为与两广海南常见的雷公马树蜥们颇为相似，而它们也同样可以改变体色，比如刚刚那条底色发黑的雄性，现在正慢慢进入隐身模式，原本暗沉的底色逐步转为接近树皮的斑驳棕色，这能模糊它们在天敌眼中的轮廓。是的，较密的树冠阻挡了肉食鸟类的视野，让它们遇到危险时可以大胆往上跑。因此我们推测，在无压力的状态下，利纹龙的日常垂直活动范围不会少于1米，而这绝不是心血来潮就能给得了的条件。长期行为受限导致的精神压力是再好的伙食都无法弥补的。但是它明明开食了呀！说到饮食，这只雌性利纹龙蜥已经找到了合适的狩猎地点。在食物丰富的亚热带林地，利纹龙可以选择主动出击，也可以在家门口等外卖上门。好，有敏锐视觉的它已经锁定了目标，弹射出击。这是鬣蜥家族的另一大共性，像棕狮蜥、犀牛鬣蜥，包括变色龙，都会用厚实的肉舌头来粘食物吃。哎，失败了。不过没关系，下份外卖很快就会送上来。对，即使猎物很小，它们也不愿错过。这些食物不仅有蚂蚁飞蝇，还有蝴蝶甲虫。这些白天活跃、营养丰富的无脊椎动物构成了它们的主食单。它们发达的视敏度和鬣蜥家族共有的4色视觉，在此时都能派上用场。至于那些富含脂肪藏在地下的幼虫，并不是它们日常能遇到的。因此可以推测，肥壮的面包虫不该是龙蜥的主食，错误的饮食结构成为了护理中的潜在隐患。当我们以为利纹龙身上已不再有秘密时，我们发现在中午前后，它们居然集体神秘失踪，直到下午3、4点钟，它们才会再次出现。那到底是什么让它们消失的呢？这种出没规律在龙蜥家族里又是普遍存在的吗？于是我和动物多样性与生态保育宜宾市重点实验室成员出发，跨越四川盆地，爬升2000米，向龙蜥的大本营横断山前进。从宜宾进入泸定后，海拔急剧上升，而风景也从这里开始变得壮美。阔叶林和高原草甸交替出现，天气也开始变化莫测。这段路我们倒班开了2天，最终在暴雨的洗礼下深入了横断山脉。横断山脉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麓，错综复杂的山脉和水系成为了龙蜥物种分化的中心。目前已知的40余种龙蜥里，超过半数物种都生活在这里。这里有的地方绿意盎然，有的地方则如沙漠般萧条，而龙蜥正是同时征服这2个地带的生存艺术家。看到金沙江沿岸的景象，也许你会惊讶，以湿润著称的西南地区怎么会有如此干旱的地方？明明下面就是河水，怎么山上还是秃的？这些是人类开发导致的吗？虽然人类活动会加剧这种荒漠化，但这个景观的诞生却和人类没有关系。南北走向的横断山是形成这个景观的背后原因。西南季风裹挟着印度洋的水汽，从孟加拉湾向东北出发进入大陆。由于这里地势平缓，海拔较低，水汽畅通无阻，一路绿意盎然。但前方这堵墙就是被大陆板块挤压隆起的青藏高原，它带动周边地势，形成了褶皱一样动辄几千米高的横断山脉。水汽只能一路爬升，一路被消耗，翻过山脊的时候已所剩无几。长期缺乏水汽的滋养，造就了这片枯黄的景观。而气流在下沉增温时，又被高海拔的强日照持续加热，让原本干燥的空气形成了热辣滚烫的气流，吹干了本该温暖湿润的河谷。
这就是促使干热河谷形成的焚风效应，它造就了这个让人感到绝望的凄凉之地。也因为它的存在，这里的动植物就不得不面对森林变荒漠的现实了。不过，这里的生命终究找到了出路，在千万年的演化下，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这里也最终变成了众多龙蜥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龙蜥又是如何挑选栖息地的呢？比如寒冬山区的多数的龙蜥物种都是以灌丛型的，比如说我们后面所展示的这种灌丛生境，它们主要是栖息在部分的裸岩以及低矮的灌丛生境中。当然，也有部分的龙蜥物种，它是属于林地型的，它们主要是栖息于乔木上。世界上生活在干燥地区的爬行类有很多，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生活在非洲科普叶岩丛的环尾蜥、饼干陆龟、美洲的角蜥和珍蜥，还有澳洲的松果蜥和诸如宗狮蜥，以及来自更加燥热的原产地，生活在欧亚大陆另一头的星纹飞蜥，都在类似的环境下承受住了烈日的考验。那么，为了适应这类环境，它们要如何改造自己呢？首先，为了防止在烈日下脱水，这些爬行类的皮肤和鳞片角质层相比于湿润地区的物种都会变得更厚，这能帮助它们在动辄30-40度的高温下锁住体内水分。龙蜥也是如此，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龙蜥蜕下来的皮，也是层次分明、有厚度感的。这种皮肤可以有效阻止水分散失，还能为它们在遍布棱角的世界中生活提供保护。这层皮肤不仅是保湿锁水的护盾，同时也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极端高温对它们来说可能是种生存压力。爬行类虽然依赖外部热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温度越高越好。很多人会觉得生活在干燥炎热地区的动物喜欢这毒辣的太阳。事实上，每种爬行类都有适合自己的温度区间，超出它们的承受上限，就必须要进入阴凉处降温。只是干燥地区的物种需要被迫提高自己的承受上限来适应环境。比如生活在马达加斯加西侧的云石日行守宫就会避开中下午的烈日，只在晨昏时段活跃。而生活在极端炎热内华达火谷的非幼蜥也不能让身体超过40度，就算是为了进食，也必须时不时返回洞穴降温。这些案例说明爬行类不一定能扛得住老家的极端高温。那么龙蜥是否也符合这个规律呢？所以说，每天早上一般是随着太阳的逐步的一个升起，温度的逐步的升高，它因此比较活跃。上午11、2点的活动节律是最高的。而中午的时候，太阳比较大的时候，它一般躲在阴凉的地方进行一个遮阴。而到下午4到5点钟左右，随着太阳的逐渐的降落，空气温度的逐渐的一个降低，活动性也逐渐的增强。根据吴老师描述的活跃时段，我们很快就在川藏的咽喉处找到了国家2级保护动物巴塘龙蜥。它们的体型要比利纹龙纤细得多。棕褐色的身体让它们看起来颇为低调，而蓝绿色的喉斑说明了它们的身份并不简单。它们的分布范围远小于利纹龙蜥，是仅在几个县城里才能找到的中国特有动物，也是整个龙蜥家族里目前受保护程度最高的物种之一。但当我们相遇时，新的问题又浮上了心头。这里的白天要更热更晒，而巴塘龙蜥的体型远小于利纹龙，根据贝格曼法则，它们应该更怕热才对。那它们有什么应对高温的方法呢？另外，这里昼夜温差超过20度，它们为什么坚持在寒冷的夜里睡在树上，而不去洞里呢？以及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它们又是如何觅食和饮水的呢？以上就是中国龙蜥首集内容，带大家初步认识了我们国家的小龙。如果你也想成为龙蜥的守护者，只需要3连和转发，就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特有物种。
在后续的内容里，你不仅会详细了解龙栖的生活，我也会教你该如何与我们一起参与到实际保护行动中来。老规矩，本集点赞过万，我就带你去甘热河谷安营扎寨，在野外与国家2级保护动物巴塘龙蜥24小时同居。你将深入观察龙蜥不为人知的私密生活，见证从未有过记录的晨昏行为，了解它们的温度和紫外线需求，以及它们所面临的生存挑战。我是冬青，我期待和你一起去和龙蜥看日出。最后，感谢各位在今天成为了守护横断山之龙的一份子。然而，在西南山区受到生存威胁的生灵不只有龙蜥。为了守护更多本土物种，我诚挚地邀请大家加入哔哩哔哩公益平台的诺亚方舟留住家园公益项目，并为这个项目捐赠一份力量。这是一个致力于中国西南山地原始林和高原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大家的善举将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重要支持，你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得到妥善运用。让我们共同为这些演化奇迹筑起希望的方舟。